发现这个换挡的在骑行过程当中呢不起作用了。本来它有3档的，其实的原因呢是在这里，就是你这个如果太松了，它就不起作用，它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动度才行。比方说这样就松了，这样就更松，这样就收紧，这个就收紧。这是最慢的档啊，最费力气，但是呢效率最高。这样第2档、第3档，它就能够相对比较轻松的爬坡，但是呢就会骑得慢一点。所以这个3档呢现在都可以用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这个车把，它是可以通过这个螺丝来调整它往前倾还是往后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车的整个的轴距就会拉长一点，也就是说特别个子高的人呢就比较容易骑行，也比较容易使得上劲。那今天呢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。另外一个呢，那天这个车摔了一下，就把这个头给摔断了，但又配了一个，其实只配一个而已。这样的话呢，又变成了可以放这个支架，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单车呢稍微调整了一下，现在准备去市骑行一圈。Let's go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上午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了一下我的单车，就把那些换挡不灵的地方通过在网上向一些达人的学习之后，调整了一下松紧度。现在呢，我骑出来测试一下，就感觉现在3个档位应该都是可以调节了。单车呢虽然简单但是它其实还是含有很多的功能。比方说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些基本的变速。当然我这个车只有3档的变速，但这个3档的变速呢，它是内变速，就它后轮中间呢，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内变速的功能，但它取决于你在换挡的时候它其实那根钢丝就它的松紧度很有关系。但这个车呢，因为骑行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震动，所以时不时呢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调整。因为你如果不调整的话呢，这个松紧度这个钢丝的那个松紧的螺丝可能就会变松，然后呢你在换挡的时候呢就会换不到这个档位。我平时也没有怎么留意因为我对换挡这个东西，一个是不熟，另外一个呢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一般来讲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坡要爬，所以呢就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处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祈福新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小坡，就你在爬这些坡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用一个档，还是会感觉踩起来有点重，或者有些坡甚至根本上不去了。其实跟这个档位是有关系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到了祈福新村靠近半山的地方这边呢是祈福新村学校。
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个比较大的坡，可以骑到半山区附近的地方。那我就在这边看看，坡大时候呢，我就换个档试试啊，看这个档位啊能不能自由的切换。从这里开始呢，就是一个爬坡了。好，我换了一个档呢，感觉好了一些啊。看看我能不能再换一个档位呢？哎，果然就很轻松了，但速度呢会放慢一些啊。好，我上了这个坡，再把这个档位调回来。这跟我在加拿大温哥华骑行的时候借着朋友的车呢，它一边是7档的变速，但另外一边呢，它有3个变速，也就是21个档位。虽然呢，我并没有自由的掌握，但还是很管用的，尤其在爬坡的时候。好，这边呢下坡了，我把档位再调回来。天公不作美啊，已经下起了雨来了啊，所以看来今天只能做一番测试了，就是看看调整的这个档位管用啊，那就完成今天的任务了。其实我今天还做另外一件事啊，就是把车把呢更向前倾一点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感觉这个车好像就变长了一点点，也就是车的轴距啊变长了，那感觉呢，人就有更多的向前的动力啊，而且这个车因为把车把内收以后啊，其实是向前倾啊，但是倒下来的时候呢，更加内收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整体的占的体积就会小一些。因为前段时间呢，我买了一个可以放在车后备箱的一个软袋，刚好可以把这种小步行的单车呢放到这个软袋之中，它可以固定在你的车的后备箱啊。当然一般都是要 SUV 才行，因为这个车还是有相当的高度啊。再加上呢，这个软箱子呢，它有绳可以跟后排的座位啊可以固定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车在这个袋子里面，在这个软箱里面呢，就不大容易发生这种移动，尤其呢不容易使得这个突出的部分撞到你车的尾部的玻璃啊。
刚刚经历了一个上坡，我也没有调整这个档位，还是按照最快的档骑上来，觉得也没什么问题。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坡还不够大。现在面对着又一个坡，我调整一下档位。稍稍还是有点用啊，就踩起来没有那么费力，稍稍的松一些，但速度呢也就自然的会放慢一些，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啊。所以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，根据路况，根据上坡、下坡还是平路啊，还适当的要用一下这个换挡的功能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增加舒适性，也提升一些效率，避免无谓的无用功。好了，雨呢越下越大了啊，所以呢，我还是骑回家去，结束今天调整了自行车之后的一个 test riding。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